Hello，大家好，我是巴斯特，欢迎来到我的玩具分享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角色就是来自于镜像宇宙的漂移。在 IW 还在连载变形金刚漫画的时期，漂移几乎可以说是亲儿子级别的待遇。这位由孩之宝与 IW 联手打造的原创角色，不仅迅速拥有了自己的经典性玩具，还成功登上了真人电影的大荧幕，一时风头无两。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可不是这位内定太子，而是来自于镜像宇宙喋喋不休的赏金猎人镜像漂移。在人物设定中，漂移被描绘成了一位专门负责猎杀乱入镜像宇宙入侵者的雇佣兵，他唯利是图，手段更是毫无限制，满脑子在想着怎么才能更有创造性的击杀自己的猎物。在设计镜像漂移的配色之初，原本是考虑以橙、蓝、白三色为基础，来致敬火影忍者中鸣人的配色。不过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掉，改为红白两色。可又因为这个配色与正在热播的变形金刚领袖之证剧集中击倒的配色撞车，最后定下的方案正是我们眼前所致敬漫威角色死侍的这一版。同时呢，这种致敬也体现在他的人物性格上。赏金猎人话痨、疯疯癫癫，经常打破第四面墙的反英雄角色。原本设计团队在车头的汉字是想表达带来毁灭、死亡之意，不过很明显，这个设计团队对于汉字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又因为只能用一个汉字的限制，最后才勉强敲定了定这一字。但是呢，萨达麦其实是表达命运之意，跟原本想表达的毁灭之意可以说是毫不相干。除此之外，非常吊诡的是，等漂移再次登场，这个家伙却因为跟随着导师霸王的教导，性格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末路狂徒摇身一变成了高傲却追求荣耀的武士。这一桥段也是对 IW2005 漫画中漂移变化的一个对照。在两位不同编剧的笔下，漂移从阴郁的武士变成了寻光号上阳光开朗的大男孩，这样的剧情确实有些让人大跌眼镜。那简单分享完这个角色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玩具本体啊。这是经典，俗称的经典 3.0 时期的模具啊，一个地级的小车。那漂移的造型也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跑车的样子啊，整个车身也是非常华丽的涂装啊。这个车头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萨达梅啊。如果说的话，如果写一个什么灭之类的汉字，可能更加符合原本设计团队的这种意思啊。不过萨达梅这个命运之类的意思更加有禅意，也挺不错的吧？那简单来看一下它整个车身的一个表现，其实它是用了一个透明件的来表示这个窗户的，但是这个颜色实在是太深了，看着跟后面的涂装差别不是特别大，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里面的这个内构啊，它是一个茶色，一个非常深的茶色。那这个车灯呢，其实也不是涂装，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茶色的透明件。车头方面的这些细节啊，这些进气格栅什么的都给你省掉了。轮胎里面倒是有涂装啊，银色的漆，还有红色的漆，挺不错的。尾翼上面也有一些涂装的点缀啊。这半部分原本的模具看起来是比较突兀的，不过它这个颜色实在是太深了，所以说违和感基本都没有啊。整一个一体性还是挺不错的。背面来看呢，这个涂装就省得更过分了啊！车灯没给涂，车牌也没给涂啊，这个排气孔也没给涂，后半部分这个涂装可以说是相当过分了，一点都没有啊！但是呢，加上这个造型啊，跟这个比较帅气的涂装啊，这个配色啊，致敬漫威的超级英雄死侍的这么一个配色，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看的一个小车吧。因为这一版的漂移是给了双刀跟双枪两组配件啊，所以说它是不能进行全收纳的。不过大件倒是可以收纳在下面啊，也非常好看，进行一个全收纳，也能当成一个排气孔来看吧，挺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变形吧，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形啦。那其实经典线些小车对于变形的这个步骤啊，讲究的不是非常深啊，基本上都可以比较自由的变形。首先我们把这个刀先给它抽下来好了，放到一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车门进行一个解锁，直接给它掰开就行啊。这个车门还是有点紧的，给它掰开啊，给它掰开，可以看到里面就收纳了它的这个刀了。两边都解锁开来以后，我们看到这一部分，这个部分是它人形的腿部啊，直接进行一个翻出来，把它翻出来，翻出来啊，这个腿就整个就拉出来了。之后两边分开，可以看到里面这一节透明零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连杆用透明件给你做啊，特别的奇怪啊。
我们就要推下面这一部分，通过这个连杆把这个腿呢给推到里面去啊，进行这么一个结合啊，也没有结合了，它就是放在这里啊，也不是固定，就是通过关节的把持力度把它放在这里。那两边进行同样操作以后啊，下半身就已经变完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车门的这里啊，其实它是人形的一个刀鞘啊，我们把它往下放，然后呢把这个刀柄打直，把这个玻璃呢通过这一个转轴给它转到里面去，然后再给它放下来啊，这样子就进行一个这算是裙甲嘛，又是裙甲又是刀鞘的这么一个变形了。然后我们聚焦它的上半身，直接把这个车头啊带着汉字这个从中间给它两边给它掰开啊，掰开以后，人形的头雕就露出来了。让我们通过这侧面的这里有一个连杆，把这一片这个车顶盖呢翻到它的肩膀上去啊，这样也是就已经变形完成。再把这个手呢给它拉出来啊，整个变形流程是比较顺畅的，还比较简单的。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玻璃啊给盖在这个胸前，这有一个卡扣。我真的想吐槽一点，就是它连这里的这个胸前的涂装都给省了。我记得铁骑小那个版本，这里是有一些紫色、金色的一些涂装的啊。这个，说实话，作为一个 TCC 限定的产品来说，它的涂装真的是少到可怜啊，非常的可惜。如果能再华丽一点就好了。给它这样怼进去啊，怼进去以后，听到咔的一声，这个胸部就已经固定住。那我们的镜像漂移也已经变形完成了。那我们赶紧来看一看人形的表现吧。那整个身材来说是比较偏重装战士，一个重甲武士的这个造型啊，跟 AW 漫画里面那个飘逸的武者形象可能是有一些不符合到。但是啊，我们这一个是一个镜像角色啊，镜像插画就是照着这个玩具画的啊，所以说是不会有什么违和感之类的问题的。各个方面来看一下呢，整体来说是以红黑两色为打底啊。也是致敬这个死侍嘛，眼睛也是白色的啊，可以看一看这个头雕，说实话没有那种奶油小生的感觉，而是一种沉稳老练的战士的那种帅气啊，还是挺不错的啊。那它的各个方面来看呢，这个车载的零件是比较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一个腿部啊，直接把这个车的零件直接放在底下，看起来特别的厚实厚重啊。手上的轮胎也是非常的吸睛。那背面来看，这个键呢，它其实有一个多余的步骤，就是把这个收纳零件往外拉一截啊，这样子，这样看起来可能是离身体更远一点，看起来是更加的舒服了。那这个车门板里收纳的武器呢，可以给它拔出来，是2把西瓜刀，也是有这个涂装的啊，但是只有一面有涂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偷这种懒啊，给它装上看一看吧，大概就是这个造型啊。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小枪的配件啊。这个死侍也是经常用枪的嘛，我们找一下这个枪的配件，给它装上，一手拿刀，一手拿枪啊。至于这些配件的搭载呢，我们在后面用一些图片来给大家演示啊。那它的一些可动性的表现来说，腿部的可动性呢，这个前踢、屈膝啊、外摆、内收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脚部没有接地，有点遗憾。腰部呢也是缺少一个旋转的关节啊，非常的遗憾。它的手臂的可动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点啊。至少你让我知道他是一个拿刀的角色，他应该有一些怎么样的可动，比如说他手可以往内拐啊，这个内拐的关节非常的重要，很多玩具它内拐的角度是根本比不上这个玩具的啊，就是特别是那个我之前玩那个乌影暗障的玩具啊，让我感觉非常的疑惑，一个拿武士刀的角色，你竟然不能双手持刀，非常自然的双手持刀啊，简直是令人发指。它除了有一节肩膀往内拐呢，他的这个手啊还可以往内拐啊，这是对于他持刀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就是这2段关节才能让他去以双手持刀的姿势，去表现一些 pose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真的是重中之重啊。那肩膀这一块呢，它是可以去这么屈膝啊，这样上去也可以，这个整个一段都上去啊，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幅度是确实非常大的了，主要是它的可动啊，就是这个手腕的可动是非常优秀的，还有这些平摆就基础的关节就不多说了啊。总体来说，它的可动是为了去摆一些特定的姿势，握持它的武器的时候才会最好看啊。现在的玩具，我感觉设计可动有点像赵大师，你的关节加了一堆，结果你根本不知道让你的玩具去摆什么姿势更好看。
你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啊，就导致这么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拿冷兵器的角色，我觉得最该有的动作就是，首先我的肩膀，我要握刀上去以后，我要做一个肩膀握刀的这个姿势啊，一定要非常的自然。这个肩膀扛刀的这种姿势一定要非常自然。再就是我要双手握刀的时候啊，这样子，我要给他去双手握刀握持上，这样子双手握持上，哎，当然我这个镜头前面没怎么调整啊，至少你要有这种表现吧，这种持刀的姿势去表现出来啊，我觉得才是一个合格的可动。而不是说你去加个一堆关节什么的，就是可动了，这就是做可动性嘛，这就是设计师你现在这些啊，我就不点名是谁了，对于可动的理解嘛，完全就没有想过，没有考虑过啊，这是我觉得非常弱智的事情。你们现在的这个可动关节啊，关节的发展是跟上了，但是对可动的理念却是以前的那种思路完全没有更新啊。那好了，这期视频大概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啊。确实是说了一点暴论啊，确实是想到这些玩的东西以后，就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可动的一些理解吧。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讲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单独出一些视频来讲一下我个人对可动的需求和我个人对可动的一些理解吧。那谢谢大家了，我是巴斯特，我们再见吧，拜拜。